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崎元先生所著的《癌症让我明白了金钱与人生的本质》这本书，让我们一同认真学习，并面对人生的本质。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部分：第一，癌症让我首次意识到那些我们人生中应该放弃的无关紧要的事；第二，在与癌症的斗争中意识到的关于金钱与人生的本质的几大要点。首先是第一部分，癌症让我首次意识到那些我们人生中应该放弃的无关紧要的事。作者山崎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曾在多家金融机构工作，后来成为经济评论家，出版了许多畅销书，并在各种媒体上活跃。他的专长是资产管理。许多对金融稍有了解的人可能都曾看过山崎先生的书或视频。不幸的是，山崎先生在2022年夏天被诊断出食道癌，并于2024年去世。本书是山崎先生作为金融专家，在患癌后首次认识到的关于金钱的本质，以及他在患癌后首次意识到的人生本质。书中内容清晰易懂，带领我们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听到这个内容的人大多现在还很健康，因此可能无法想象自己未来会得癌症。然而，人生的终结常常能让我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人生的本质与意义。山崎先生作为一位资产管理专家，毫无疑问应该拥有相当可观的金融资产。简而言之，他当时应该是位非常富有的人。然而，在面临有限的时间时，如何意识到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物？幸福决定因素究竟是什么？这些直指人生核心的问题。山崎先生深入思考，并与我们分享了他的领悟。我们日常生活中确实常常为金钱所困扰，考虑如何增加收入、购买房产、储备退休资金等。虽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当面对癌症这样的人生重大挑战时，我们会突然意识到，我们一直追求的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当我们意识到生命有限时，我们的视角会发生根本的转变。金钱只是工具，真正的幸福在于如何使用它，以及与谁分享它。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人生的本质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一直在拼命追求的金钱与物质终究是如此脆弱而短暂。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生活，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意义，不仅对于癌症患者，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明天的保障。坦白来说，我们有可能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因此，如何利用好每一刻，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质量。人生短暂且充满不确定，但如何选择过好有限的时光，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有追求幸福的可能性。这正是本书所要教给我们的。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作者山崎元先生在得癌后首次意识到的人生中应该放弃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事物。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主题是癌症让人第一次意识到人生中该放弃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地位和财富。地位和财富指的是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决定其价值的物品或财富。例如，高级轿车、名牌商品、高档住宅等都属于地位和财富。这些物品的价值大部分来自于让人觉得比他人更优秀的满足感。换句话说，地位和财富通常被用作维持自己社会地位和成功的手段。比如，有些人购买新的豪华车，通常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交通工具，而是为了炫耀自己比别人更有钱，或者为了让别人看到我很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地位和财富的价值与他人怎么看你密切相关。因此，地位和财富的竞争往往容易升级。我们总想着买更高级、他人更加羡慕的东西，从而可能陷入无休止的竞争之中。这种竞争会压缩我们在非地位和财富上的支出，进而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非地位和财富这类财物的价值不受他人比较的影响。例如健康、与家人的时间、个人的休闲时间等，都属于非地位和财富。
这些事物的价值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改变。关于地位和财富和非地位和财富哪个能让人更幸福的问题，科学研究已经给出了答案：非地位和财富更能带来持久的幸福感、长期的幸福感。购买高档汽车或名牌商品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富有的，比别人更出色，从而产生短暂的幸福感。然而，这种幸福感往往是短暂的，很难持续下去。人类是很容易习惯的生物，即使处在优越的环境中，最初获得的满足感也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而且，由于地位和财富是建立在与他人比较之上的，我们总是会想要追求更好的东西，导致很难维持满足感。此外，在社会上，总会有比我们更优秀的人，与他们的比较往往让我们更容易感到不幸福。而非地位和财富则不同，它不依赖于与他人的比较，因此可以带来更长久的幸福感。实际上，作者表示自己有意放弃了房地产和豪车这些地位和财富。追求这些昂贵的物品，往往会迫使我们牺牲健康、闲暇时间和与家人共度的时光，这样会有很大可能损害我们的幸福感。听到这里，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经深陷于地位和财富的无尽竞争中了。我们要尽早脱离这种竞争，否则很难走上幸福的人生之路。此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权衡利弊的过程。如果我们选择追求地位和财富，就可能会失去健康和个人时间等非地位和财富。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追求地位和财富是否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幸福。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我们将介绍在与癌症斗争中，作者意识到的关于金钱和人生本质的几大要点。首先，作者提到，在得癌症后，才真正意识到人生中更重要的东西不是金钱。这种意识的触发点就是愤怒。大家都知道，有钱当然比没有钱好，但你们是否也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呢？尽管大家可能知道这个道理，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或者即使知道了，也没有真正重视。在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中，眼前总有做不完的事情需要处理。为了生计，我们需要赚取金钱，而在日常的匆忙中，我们常常失去思考那些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的机会。一旦涉及到金钱的得失，我们常常很难将注意力从中移开。当我们做决定时，往往会先考虑金钱。作者认为，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种思维的，是内心涌现的愤怒情感。比如，当我们心里产生怎么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别小看我，或我受够了。这种愤怒情绪时，愤怒感会使我们从金钱的得失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那些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举个例子，作者曾在自己经济上会受损的情况下，选择冒险去做更重要的事情。那是在他在某银行工作时，他发现公司存在盗取客户利益的不正当行为，于是他决定进行内部举报。尽管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而且知道一旦举报，公司很可能会发现他的举动，这会使他面临生活上的风险。但由于无法容忍这样的不正当行为，愤怒驱使他做出了行动。作者的举报动机，并非单纯是为了维护客户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你们不该这样对我的愤怒情绪。他深知，作为一名基金经理，他要为客户负责，个人的职业自豪感也支撑着他做出这一决定。虽然这次行动的触发是愤怒，但他也让作者意识到金钱之外更重要的事物。除了这次经历，作者还提到自己曾多次在金钱上做出类似的选择，而每一次背后推动他做出选择的因素，都是愤怒。这种愤怒不仅仅是短暂的反应，它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平时不容易察觉的价值观和信念，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愤怒作为一种情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能够引导我们朝着更高层次的目标迈进。例如，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会转化为强烈的愿望，想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
并对个人以外的更大范围产生影响。愤怒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反思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反应如此强烈。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不是钱可以解决的，而是与您更深层的价值观息息相关。此外，愤怒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不满或挫折感，而是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强烈感知。为填补这种差距而采取行动，往往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追求金钱可能带来暂时的快感，但基于愤怒的行动则能够给予长期的意义和活力。然而，愤怒不应当被放任不管。简而言之，愤怒意味着失去了对自己心智的控制，因此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在愤怒的状态下做出决定是非常危险的。变得更加敏感于愤怒时，可以冷静分析为什么自己会对此感到愤怒，或者将愤怒作为一个信号，意识到自己更深的价值观。但最重要的是，不应让愤怒一直存在，而应将其转化为更稳定且合理的判断依据。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将愤怒转化为信任、共感，甚至是骄傲等更积极的理由。接下来我想介绍的第二要点，守财奴的愚昧。很多人只关心如何增加财富，却很少考虑如何使用这些财富。事实上，许多人对于如何有效利用金钱并没有深入思考，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差。显然，金钱仅仅储蓄没有意义，只有有效地使用金钱，它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价值。金钱的使用技巧非常重要，而聪明的使用金钱是使人生更加丰富的关键。作者自己阅读了这本书《Die with Zero》，并表示大致同意书中的观点。作者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真正有价值的金钱使用方式是用于精力。良好的精力可以作为记忆，长久的发挥作用。人类的享乐能力与年龄有关，因此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毫不吝啬的花钱。捐赠和遗产应当在活着时就进行有效使用。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而言都非常刺耳，实际上是我们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年轻时，我们常常想着通过储蓄来积累财富，早早积攒大量的金融资产。这其实意味着错失了金钱的有效使用，因为人的享乐能力与年龄有关。越年轻的人越能充分享受当下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在年轻时，不应为了省钱而强迫自己节省，而应当把钱花在现在能体验到的经历上。特别是在日本这样的年功序列社会中，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工资也会逐渐提高。反过来说，年轻时的工资往往较低，因此不必在年轻时将少得可怜的收入积蓄，而是应该将钱花在年轻时无法再享受的经历上。而到了年长时，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考虑储蓄，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此外，死前拥有一生中最大的金融资产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无谓的金钱使用方式。为了赚取这些未使用的钱所花费的时间，相当于浪费了数年的劳动。对于那些喜欢金钱的人来说，这样的批评显然会很刺耳。虽然许多人会担心老年生活的资金问题，但很多人最终把钱存起来，却在死后留下一大笔未曾用过的财富。试想，如果这些剩下的财富能够在活着的时候被有效利用，是否能过得更丰富呢？如果为了金钱，我们忍受了多年严格的节约，最终却未曾真正花费这些钱，而是在死后留下了大量未用的财富，那么这段节约的经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如在年轻时花更多的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吃更多美味的东西，而不是拼命储蓄。金钱本质上只是手段，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幸福。如果我们死时还剩下一大笔财富，说明我们没能正确的使用它。在思考人生中适时花费金钱的重要性时，作者提出了一个疑问，即为何要追求一种早早退休的理财策略，所谓的 FIRE。FIRE 是一种目标，在尽可能早的时期积累一定的财务资产，
当这些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通过投资的回报维持生活，从而能够无需工作也能继续生活。例如，如果年收入为500万日元，其中一半，即250万日元用于生活，另外250万日元用于投资，并且假设投资年回报率为 4%， 那么大约17年后，资产将达到6250万日元。如果这6250万日元按 4% 的年回报率运作，每年将获得250万日元的收益，且无需工作就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实现了 FIRE。 目前很多人都在追求 FIRE 的目标，但从年轻时越能体验人的享乐能力与年龄相关的角度来看，作者认为，在20、30、40岁这10几年中，选择用手头收入的半数生活，是否值得？当然，这一问题最终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健康和享受生活的能力都会衰退，享受金钱带来价值的能力也会逐渐下降。因此，牺牲20多岁和30多岁那些最能从金钱中获取价值的时期，是否值得？值得深思。此外，如果在最年轻的时候就通过节省开支，仅以收入的半数生活，必然会削弱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接下来，我想介绍第3个要点：得了癌症后才明白的金钱本质，赚钱必须以牺牲幸福为代价。这是许多人容易忽视的一个事实。赚钱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幸福的牺牲，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牺牲。许多人说自己想变得富有，或者希望过上无需担心金钱、悠闲自在的生活。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人是否准备好为了这个目标牺牲一些幸福和健康呢？以 FIRE 为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积累一定的金融资产，而要积累这些资产，就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并且进行严格的节约，这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年轻时的时间和幸福感会被牺牲，而且为了存钱，您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并节省开支。这样一来，您对自我教育、经验积累以及人际关系的投资就会被牺牲掉。结果是，尽管您可能能通过这种艰苦生活和工作模式达成财务自由，但这一过程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最终可能会导致人生变得非常贫瘠。显然，赚钱需要牺牲我们的自由时间，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幸福感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时间是我们幸福的关键因素，越是珍惜时间，越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哈佛大学的研究也表明，珍惜时间对人生满意度有着重大影响。研究发现，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是有限资源时，我们会更重视人际关系，从而提升幸福感。那么，年收入数千万甚至数亿的超一流精英们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猜到了吧？那就是自由时间。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备受认同，手中也有大量财富，但由于过于忙碌，他们并没有自由的时间。为了感受到幸福，我们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如果为了赚钱而牺牲了这些时间，那么幸福感就会受损。换句话说，金钱和自由之间是一个权衡关系，追求其中一个往往意味着失去另一个。因此，盲目追求金钱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接下来是第4个要点，提出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结论：金钱是用来丰富生活的工具，而幸福的核心在于与他人的良好关系。金钱是用来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确实，拥有金钱可以让我们做更多想做的事情，比如现如今，个人如果有足够的资金，甚至可以体验宇宙旅行。然而，宇宙旅行本身如果对个人来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那么人们愿意去的动机通常是为了向他人展示自己，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赏。坦白讲，如果您不能告诉别人您去过宇宙旅行，那么有多少人会花费巨大的金钱去体验它呢？大多数人去宇宙旅行，都是为了向别人展示我去过宇宙，而这个炫耀行为实际上正是人类的本能。简而言之，
幸福不仅仅来源于金钱，而是来源于人际关系。即使拥有大量的金钱，但如果没有朋友或伴侣，生活也会显得单调无趣，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因此，成为一个能够让别人喜欢的人，才是通往幸福的捷径。金钱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获取受欢迎和认可，但它并非唯一的途径。通过改进人际关系和提升个人魅力，甚至不需要依赖金钱，我们也可以获得幸福。拥有金钱固然能够带来一些优势，但仅靠金钱并不能完全带来幸福。重要的是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接下来书中的第5个要点讲到了金钱与情感的关系，提醒我们不要被金钱左右，而要冷静地与之相处。社会上有很多人因为金钱而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将金钱视为生活的中心。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金钱只是实现更好生活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目标。的确，很多人为了赚取更多金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这样做显然是本末倒置，应该重新审视与金钱的关系。最近投资的热潮愈演愈烈，投资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人是为了应对未来的风险，有人是为了保障退休后的生活，或者是为了规避通货膨胀等。无论如何，投资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持冷静，不要让情感左右决策。许多人会因为股市的涨跌而情绪波动，这实际上就是被金钱左右的表现。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不需要过多分析个股的涨跌，而应该采用更理性、更稳定的投资方式。作者提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选择全世界股票的指数基金。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只需要理性看待，把自己能承受的风险金额投入其中，然后不再过度关注它，冷静地让它增长。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更多的钱，而不是过分关注投资的收益。总体来说，不要让投资成为生活的负担，只要冷静对待，不要过于投入情感，理智投资，就能找到正确的财富管理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山崎元先生的经历中得到启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